大家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了。大家有没有按时追戏精请就位呢？简直比浪姐有趣多了。仪态单方面宣布演员请就位荣获年度第一扎马综艺的称号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他能时不时让仪态露儿岛同款吃瓜表情，大家也得火速 get。关于这季演员请就位残酷的市场分级，仪态已经不想多说。今天给大家换个新话题，唐一菲，一个沉迷给自己招黑的女子。唐一菲是谁呢？多年前她是李少红导演钦定的秦可卿扮演者，虽然是《红楼梦》里戏不多的配角，但那也是整部剧中颜值最美、戏份最能牵动整部戏的灵魂角色。同时她也是演员凌潇肃的老婆，凌潇肃与前妻姚晨婚姻里被传了10年的第三者。整整9年的时间，唐一菲一直背负着小三这个称号，直到她再次出现在镜头前，才终于将自己背负9年的委屈全部倾诉出来。眼看这舆论风向好不容易才扭转，唐一菲又一次凭借着怼天怼地的性格，把自己陷入了网暴漩涡。戏精请就位里，她露脸了2期全都挨骂。第一期演员评级，饰演林有有的张悦因为茶艺大师深入人心，拿到了最高的 S 级，而唐一菲和马苏都出道多年，归来成了最低的 B 级。看到张悦拿了 S 卡，一菲姐张口就阴阳怪气。张悦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她的运气就这么好，这就是命。还对着马苏强调了3遍，我生气，所以才生气啊！看他的表情和肢体，赤裸裸透着一个词儿：不屑。但节目开播的第2天，这届非常委屈的开撕节目组罪名恶意剪辑，他控诉节目组移花接木，把自己为马苏打抱不平的生气剪成对张悦拿 S 级的不满，用词很放飞，算哪根葱8辈祖宗都非常有爆点。按大家对综艺节目恶剪的厌烦，这届本该赚一把热度加好感，耿直人设稳了。但他太不会讲话，一句先不管马苏那些七七八八的事儿，悲剧了。澄清就澄清呗，带第三方还踩一脚，算怎么回事儿？随后节目组公开道歉，唐一菲也算息事宁人，表示相互理解。让仪态没想到的是，他这毛病到了最新播出的一期里又犯了，真是呱呱相连。这期最新一轮的抢角大战，先是 A 级演员选，然后是 S 级演员选。S 级演员有权踢掉 A 级演员，而唐一菲所在的 B 级演员根本没有选择权，只能毛遂自荐，使出浑身解数，争取适合自己的角色。重点来了，当时适合唐一菲和马苏的角色，基本只剩《回家的诱惑》里的艾丽和我的1级兄弟的妈妈。争取角色嘛，讲讲自己的优势，刷一波好感很正常。但他当着马苏的面直接开讲，因为在这个里面，就是只有我们俩稍微大一点，所以说这个母亲的角色，要么就是他演，要么就我演。但是问题是，马苏并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小孩，我有2个孩子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母亲的角色可能我会更适合一点。这话真的处处是坑。按他的逻辑，演妈的人一定要生过孩子，那演奶奶的就一定得有孙子啊。就连旁边的杨志刚也看不过去了，过过脑子再说，好不好？过过脑子。这话的另一主角马苏呢，直接表示自己虽然没结婚没孩子，但演过失去孩子的母亲。我是坐在 B 组的 S 级，言下之意，我演母亲的角色完全 hold 得住。结果也是真绝，马苏赢了，唐一菲也只剩下艾丽一角了。当年火遍大江南北的《回家的诱惑》，大家一定都有所耳闻。艾丽这个角色可以说堪称渣女中的战斗机和地表最强小三。她年幼丧失父母，被林品如父母收养，然而却爱上林品如的老公洪世贤，于是不择手段的把洪世贤抢到手，还把林品如害得差点丢掉性命。作为演员，理应敢于挑战不同的角色，况且反派更考验演技，也更容易出圈。但是唐一菲却认为，我对这个角色抗拒，就是他完全过不了我这一关。他口中所谓的关，皆因当年他被质疑是凌潇肃和姚晨离婚事件中的第三者。尽管后来事件反转，可他的人设却无法逆转。迫于压力，他隐退娱乐圈长达10年，也花了整整8年时间消化和遗忘这件事儿。如今让他演艾丽，不等于重新揭开他的伤疤吗？最后他因为这个角色太抗拒，他完全过不了我这一关。我都已经不想比赛了，真的，我可以明天就退赛。节目组也请来了艾丽的演员李彩桦来助演，不过脑子一热的一菲退赛后又写起了长作文，主要表达了3层意思。
一、感谢导师们的夸奖和批评；二、不想通过演案例来炒作，这不是他来的目的；三、对不起剪辑师，上次骂的有点过了。本来是一篇态度极好的道歉文，没想到最后却毁在了3个字累成狗里。要知道深夜加班累成狗，那是我们这些打工人自嘲的梗，这话要从外人嘴里直接说出来，简直就是高高在上的讽刺。他这一个用词不当，直接被骂茶言茶语，还瞧不起剪辑师。且不说这些胡言乱语，我们就单单来看退赛这么一个行为，就可以得出无数种理解。例如他是心里真的有疙瘩，所以大家可以理解也能尊重他的选择。例如他心虚，否则为什么要跟一个虚拟的影视角色较真？例如节目组搞事情，故意用他们当年的事情做噱头，噱头大过于内容，所以他很刚，接受不了这个安排。可不管是哪一种揣测和理解，总归是他做出的选择。仪态完全理解唐一菲不想演这个回家的诱惑，毕竟谁还想碰那些给自己带来巨大伤害的伤疤呢？只不过从唐一菲的声明和她在综艺里的2次表现上看，明显可以看出她对于演员的定位，对于自己的市场定级完全不够清晰，又或者是刻意忽略的。不管唐一菲是真的想回归，还是只是想要一时的流量和表演欲的满足，完全能看出来她压根儿还没有做好一个演员的准备。从扮演顾佳开始，他对于顾佳的理解就不准确，扮演的过程中过于强势，又太刻意压制对手。后来的点评中，他自己也提到，我没有想观众。简单来说，他的表演好与坏不重要，对手接不接得住也不重要，这段戏的成效如何同样是不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他演了自己喜欢的部分。唐一菲在他的声明中提到选择的权利，乍一看没毛病。但是不管是职场人还是演员，在一个活动项目面前，因为个人情绪问题撂挑子，那都是大忌。要真能这样，仪态这个打工人都不知道交过多少份辞职报告了。用回家的诱惑片段，也许是真的节目组有意的安排，但唐一菲自己若拎得清，大可坦坦荡荡的将这个角色演好，而不是把自己带入到这个角色中，还没开始演就害怕后期的反响。对于演员这个职业来说，显然不妥。而且演艺圈真的很残酷，就像这次的赛制一样，在底层的演员毫无选择权，只能等着剧本选自己。之前的经历对他本身消耗又太多，除了当时的名誉，还有他最珍贵青春岁月，这些岁月基本上就是女演员的黄金岁月了。如今又因为之前的绯闻无法演出角色，那么这个坎放在这儿了，他想要掌握主动权，恐怕是难上加难了。最近这1年多，仪态也看了2档唐一菲参加的综艺，真心想多嘴问一句：10年没演戏，她真的是被小三之名害了吗？真羡慕她不是痛苦打工人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